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那么接下来就讲，就是到了利益存亡品啊，也为第7品。就这时呢，地藏王菩萨恭敬地对佛说：“世尊，我看地球上这些众生啊，他们起心动念都是造业，都是有罪的。刚刚做点善事，得了一点福报，很快就退转了那个发心，又回到了当初那个粗俗的那个状态，就是那种贪嗔痴慢疑的状态。如果碰到恶因缘，比如朋友的教唆等，那么恶念便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朋友很重要。像这样的人呢，就好像背着这个沉重的这个石头行走在滑流的淤泥地中，步履呢是越走越艰难，就越往前走就越艰难，因为通常是越陷越深嘛，就像那个沼泽地嘛，是吧？越陷越深，越来越重。可是如果你还算是曾经做过一点点功德，比如曾经在佛前有了恭敬心，曾经在佛前上过一炷香，是吧？曾经在佛前献过一枝花、一个苹果或者一个红枣等等都可能会遇到善知识来提醒你，其实就在引路入到善知识，就是慈悲有慈悲善良的心，并且有智慧，并且发心想救你的人，这叫善知识能得到这个善知识的指导和帮助的话呢，就能帮你减轻这些负担，乃至能够把你的全部的重担全部都能减掉。那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位善知识他本身是有大功德大威力的，才会出现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善知识还会亲自帮他扶稳他的脚跟帮他走出泥泞的沼泽地，把他给扶着走出沼泽地之后，还要嘱咐他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反省思考，不要再走像之前刚刚走过的这个危险的道路了。”你看这个多细致多少人就是这样背着这个沉重的这种精神的枷锁尤其是罪业的枷锁就走在这个漂浮不定的泥泞的沼泽地里头。世尊习惯作恶的众生，往往都是从一点小恶开始做起，之后呢会越做越大，这个恶也在膨胀。就像刚吃辣椒，吃一点就觉得辣得不得了，后来多崴一点，后来来一勺，后来一大勺，后来干脆直接炒辣椒吃。其实包括喝酒、吃辣椒、做坏事也都是这样，它是越来越重的就是越做越大之后呢，乃至达到不可限量的大恶，那就得到不可限量的罪业。众生有这样的习性呢，在他临死前呢，这个父母亲戚最好为他做功德、种福报，以便他投生到好的去处所以这个父母亲人要为他做要不然的话他肯定下到下头去了你看大家看的那个佛菩萨画像，尤其是比如说西方三圣，在画像这个佛菩萨头顶上头有一个又像如意又像云的一种，也叫伞盖。那伞盖这个东西呢，在这个经文里翻译的时候，它叫法也不一样，有的叫翻盖，其实它真正的中文的名字叫伞盖。比如尊贵的人，过去帝王这个公主这个高官还有圣人出行的时候，为了比如说遮挡阳光、挡风挡雨，因为尊贵，我们去护佑他的意思就头顶上这个吉祥的东西叫伞盖，所以可以为他在这个佛菩萨像前呢，悬挂制作这个伞盖，对来庄严佛像保护佛像或者是呢在佛前供灯，或者是诵念现在这一部《地藏经》，或者是直接供养佛菩萨像。再者呢，在临终的人前呢，念佛菩萨的名号，或者叫辟支佛的名号。佛菩萨名号大家理解比如说
观世音菩萨呀、地藏王菩萨呀、阿弥陀佛呀、药师佛呀、释迦牟尼佛呀等等的这些佛的名号。那辟支佛呢，通常我们一般得不到这个名字。像早期就是以修禅来觉悟的这些大罗汉，几乎他们获得最终的证悟与成就，几乎统称为叫辟支佛啊。当然一般人不知道这个名号了，但是经典里佛是给大家这个方便啊。但是在诵念这个佛菩萨名号的人呢，这个读名字一定要清清楚楚，一字一句的要很清楚啊，能让这个临终的人能听得清楚。因为这些众生所造的恶业按照因果规律来说呢，本应该堕入到恶道之中去的，因为有他的亲属为他做这样的慈悲功德，那么这些恶业就有可能通通消除了。尤其是如果能够在他去世往生后的第一个49天以内，49天以内，请记住这个时间，能够努力的为他做种种的善行善事，就能够使他永远脱离恶道，得转人生道、天道，享受各种各样的美好。往生的头49天就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大好的时间。同时来说，对于做功德的在世的这个亲属来说的话呢，也会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和利益。这段话是地藏王菩萨说的，所以我地藏菩萨今天在这个大会上，对着佛陀以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来奉劝一切众生，在人临终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杀生，以及造种种的恶缘，甚至去求外道鬼神。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来杀生，来祭拜鬼神，不但丝毫帮不了去世的人，反而为去世的人又增加了新的恶业恶缘了，是吧？你为了解脱他的为他杀的生比如说杀鸡宰羊的都是在杀生就等于给他增加了罪过就让他的罪过加重了。这是活着人干的事说如果这个去世的人如果亡者曾经种下过某些这个善根本应该升到天界和人间的，但是由于被无知的亲属在他临终的时候又给他增加了一些新的这个恶业的话呢，使这个往生者受到牵连，影响了他对善恶的判断。这一点很重要你在杀生以为在帮他，他自己在一种昏昏的沉沉的状态里头，他的反应力是很差的，他不像活着的时候那么聪明伶俐，他影响了善恶的判断和取向，一定会延迟升天和转生为人的这个最好的时间。请记住，头49天如果临终的人呢，生前没有什么善根，根据所造的多少的这个恶业呢，就会到什么样的恶道里去。这个亲属怎么能忍心再给他再制造更多的恶业呢？所以人去世之后，不要再为他杀生去礼敬这个鬼神。还有的一些地方的习俗不是人去世之后要出殡是吧？有些就是找这些亲戚朋友来祭祀一下之后呢，就会去埋葬，现在是火化。但是很多人呢，是为了招呼出殡的亲戚朋友来的吃饭，尤其是在过去的乡下，包括今天的乡下，今天的中国台湾这些地方都是这样子。有这种去世大家都来了怎么办呢？你的饭食不好，人家不来，还有这个具体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有很多杀猪宰羊的，弄很多荤食来招待来出殡的这些亲友，这是活着的人为去世的人又造下了恶业对于去世的人非常不利
所以就像我们现在说，这个家人帮倒忙，遇上了猪队友哈，是吧？本来应该上天的，结果下地了，就容易出这个问题。再打个比方说，这都是地藏菩萨在说哈，有个人从遥远的外地来，已经3天没吃饭了，他这还扛着100多斤的东西和行李，这已经很累了吧？走着走着，又突然遇到自己曾经的一个邻居，说：“你再给我捎上这个50来斤的东西吧。”结果弄得他呀，这不堪负重啊，眼冒金星，两腿抽筋，全身颤抖啊。这个菩萨就说：“世尊呐，我看这些众生哈，只要能在佛的教法之中哈，哪怕做过一丝一毫的善事哈，所做的这个善事的利益，都能给自己增加功德。对你所做的这些善事，其实都返还到你自己的身上，将来就用得到了。”讲到这儿的时候，在大会之中呢，出来一位长者，这个长者呢，名叫大辩。这个辩是辩论的辩啊，这位长者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哈，就已经证得了无生法忍。就是无生法忍是什么概念呢？不生不灭，就是几乎达到了那个真正纯真的真身罗汉的状态。他和这个地球和这个世界，这个寿命是一样的，而且无欲无求大慈大悲哈，其实是类似像辟支佛那个样子啊。这个长者早已经证到了这个境界，但是今世呢，这个时候在这个大会上出现的时候呢，他不是为佛的形象，也不是菩萨形象，也不是什么鬼王形象，他是一位慈悲的老人家的一个形象叫做长者。这位长者呢，合掌恭敬地对地藏菩萨说大士，这些众生在命中之后他家里的亲人为他做种种的功德，同时还设立斋堂，供养三宝，播种善因。像这样的话，这个命中的人能不能得到大的利益，甚至得到解脱呢？地藏菩萨说：“长者，那我就成佛的威力为未来和现在的一切众生呢，简略的说一下。未来和现在的众生呢，在临命终的时候，能有缘听到一位佛的名字，一位菩萨的名字，一位辟支佛的名字的话，不论原来的罪有多大，不论原来有罪还是没有罪，都能得到解脱。”接着说，如果有人生前没有做善事，相反还造了不少的恶业，在命终之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亲属为他做功德，这些功德所带来的利益里头有一个数学题，1/7是亡者所得，就是去世的人得到1/7的功德福德，剩下的6/7其实都是活着的亲属所得。你比如说你们家一位亲人去世了，你为他做功德做供养，所获得的功德利益，去世的人才能获得1分，就是1/7的1分。那么那6分呢，是活着的人都得到了这6分的功德。所以正因为如此呢，未来和现在的人听到这个道理呢，应该趁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多修功德。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还没有面临死亡的时候多做功德呢，这样的话，这个功德就是7/7你都能得到，就是100%你都得到了，就没有那个数学题了。对，尤其是你到走的时候，是吧？那都不用阎王爷把你弄走了，是吧？那就直接上天国或者极乐世界了，就会。对，就是这样子所以一般人来说，一般普通大众，去世之后，家人替他做功德，6/7都是活着的人获得。哇！菩萨还在继续说这个无常的大鬼不一定在什么时候来找你真是这个问题有的人一上路啪一下撞了车走了，这大鬼就出现了，完带你走了不论什么时候来找你，这个死后呢，
冥冥之中的这个灵魂这个魂魄，不知道自己的善与恶，因为它是一种状态。刚去世49天以内呢，这个魂魄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还有的呢，在这个阎王那里受审，被阎王爷审定审判之后，根据你的业报安排投生。在等待审判的期间呢，这个过程里头真是非常使人痛苦的煎熬着，就和刚考完大学等待那个发榜的时期一样非常的痛苦不知道能不能考上，这是最重要的，真是非常愁人呐。更何况有人还堕入到恶道中去受罪，那更完了。所以这个命中之人还没有转生，在这个49天以内，大家记住刚刚去世的这个人49天以内是等待判决的这个时期其实呢，到那个时候虽然他是很昏沉，但是他那个深深的那种神识，他那个元神虽然有气无力，对不对？昏昏沉沉的，但是他衷心的盼望着他的亲人替他做功德。这到死了就知道了，但是通常后悔就晚了，又不太好传信儿，是吧？没法拨电话，也发不了讯息，能量极强才能够在亲人的梦中显现还有很多梦中显现不了，但是人在那受罪所以过了这个49天之后呢，他们只能随着被审定的这个业报安排去投生受报。如果这个人在生前曾经造过不少的恶业的话，那就往往是几千几百年中在恶道中受苦没有解脱之日。如果犯的是下这个无间地狱的极大的罪恶的时候，无间地狱是最沉重、最痛苦、最长久的地狱。之前我都介绍过了那就是千劫万劫都在里头，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了。所以你在前49天以内替他做功德是多重要。还在说长者，这些有罪业的这个众生在命中之后，如果有亲人为他做一些斋饭来供养三宝，就是为去世的这个人做饭供养三宝的话，帮他积功累德消除罪业的话呢，当然要注意在这个斋饭还没有吃完之前，或者是吃好了以后，供养的饭菜不要随便掉在地上，尤其掉在地上的不能给佛门三宝吃，尤其在那吃饭的是出家大和尚，对不对？这个时候掉在地上，你不是说我洗了洗怕什么？那不行，那我们就不能吃这更不能丢弃糟蹋。如果掉到地上的这个不做供养之后呢，还可以留给自己吃，还有是喂一些牲口吃也是可以的。一切上供给三宝的供品在上供前，尤其是食品，千万自己不能吃，好吧？你不要说这个吃剩下了之后要供佛吧，那我觉得可能没有功德，反而有罪大家要注意这一点这可是地藏菩萨给大家讲的如果违背了自己先吃的话，或者是在上供时不够恭敬，你看你光供还不行你在上供的时候你不恭敬或不够恭敬、不够虔诚的话，那么这个人在命中的时候一点儿得不到丝毫的利益，你白供了。你本来供是个善意的行为，对不对？可是你的恭敬心是吧不够，是吧？吊儿郎当的，我就无所谓的，谁怕谁呀？这样心态的时候，那就毫无功德呀。将来你临死的时候帮不到你。他相反，若是能够恭敬的、真诚的供斋的话呢，把一切上供的食品、供养的供具碗筷、碟子等等这些东西干干净净去端上去供佛供僧的话呢，那么这样这个供养的功德呢，就是1/7是可以让这个命中的人得到的。所以长者众生若能为他们的父母或是亲人在命中之后虔诚的设斋供养的话，无论是往生的
还是在世的，都会获得福报和利益。你看这一举多得呀！地藏菩萨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忉利天宫有无数无量的鬼神都发无量的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大慈悲心利益众生的心。大便长者也这个恭恭敬敬的向佛、向地藏王菩萨这个作礼之后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这就是第7品圆满。师父，那在这一篇经文开篇就讲到地藏王菩萨就是问世尊嘛，他说我看到这个世间芸芸众生举心动念都是罪业，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们想请师父能不能给我们开示。他不是每一刹那间的起心动念都会有这个罪这个不是这样，他尤其是用的那个词叫举心动念。举是指什么意思呢？在判断、在思考、在做一种决定的时候，那在什么时候才进行大的判断和思考呢？比如说大利益来了，甚至做坏事的好机会来了坑人的好机会来了，还有做大善事的好机会来了，帮人的好机会来了。第一个就是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机会来的时候当我们这种选择的这个神师进行判定的时候，是这个东西叫举心动念，而不是一刹那说你干嘛呢？我溜街，这就有罪了吗？我得罪人了吗？虽然有私心，我溜街，这个行为不善不恶，正常。对，当就是刚才讲的这几种大利大义来的时候还有人生大的选择的时候，就是你的起心动念特别重要这里不叫起心动念，反而是举心，就是有高度进行抉择判断的时候。就是我们普通众生，没有真正修佛法的众生，或者佛法没有修到自己心里去的人，他动心就是罪过。怎么个罪过呢？私心嘛。师父保佑我的股票别再跌了师父我那个传销能卖的多，而且多。对。所以有很多销售对方不需要你干嘛多，你赚的钱多，别人花钱也多。还有很多叫冤枉钱，没必要花的，结果你拿到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叫举心动念，就是私心私利。但是有很多私心私利满足自己的私欲的时候，可是对别人带来的伤害。就是尤其是比如说买股票，是吧？我1块钱买进来的，我一下就卖15块，是吧？一般都是这么想，都叫爆发型。但是我们讲到你赚了钱买进来的人，比如说你1块钱买进来，2块钱卖出去，当买到的人又回到原点，又变成1块钱的，人家不就亏了吗？那个时候卖的话，对不对？所以有人笑就会有人哭，就是有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还有这个嫉妒心不是你想不想生气，就是尤其是你认识的，还有你邻居的，一好了之后，你就开始就不行了。兄弟娶的媳妇们，那个对比又逃不了，还非得对比。一说哇，他这个车买的多，比我的车多贵了1000。他嫂子开始不行，我一定要买一个比他贵5000的要不然的话开始失眠，说我不是真生气我真睡不着好吗？老公，你看这是怎么回事？他一生不急死一生想睡也睡不着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这个心比较大，嫉妒心少的人，长像猪一样呼噜呼噜睡觉，这些人他嫉妒心就是少。所以人世间呢，在很多的时候，当我满足我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一定是伤到了别人的时候。师父跟我们讲解了第一层意思以后，那我们也有些网友就会说，有的时候
不小心一个恶念升起，可是我也没有做出伤害的行为，那这个一念而生的话，也会有罪过吗？比如说你做了这份罪恶，得的罪过是10000分，对不对？但是你想做这事儿没做，就得了1分。但是怎么样消除意念中的罪恶呢？要忏悔。忏悔的时候，哎呦，我不能这么想，我不要去伤害那个人，但是要想那个人的好处，而且呢，还要对那个人反过来再好，来弥补。但是不要说我曾经我心里想杀了你，你不要说这个，好吧？但是你用一些正面的行为来弥补曾经内心的这样一个错误的想法，这样就没有罪了，就太好了，阿抵消了。弥陀佛，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刚刚做了一点点善事，还没有积累深呢。如果身边有一些坏朋友一挑唆你，你就会顺着他们就过去了。也是想请师父再给我们讲解一下，怎么样能够防止这种坏朋友出现？还有，真的是因为这种情形发生了以后，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从这种不好的环境中能够抽离出来？我是觉得先是说，要避免交往坏朋友。你就是交朋友的时候哈，其实包括自己的兄弟姐妹啊，或者是挺好的一些亲戚的成员，嗯，因为他的精神世界之中的某种倾向和追求，你也许知道，也许有时候不知道，所以就是包括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包括尤其是朋友，就是非亲属类的这个所谓的好朋友，你在交往之中，其实你还是要有一点叫做判断的思考，哎，因为很多人走向罪恶的行为，或者落入罪恶的深渊上当哈，甚至引起死亡，或者引起家破人亡、倾家荡产，都是遇上像过去香港电影中叫做损友，也叫训友啊。训友就是特别差劲的混蛋的朋友，这些就是恶狼进门呐、哎，那么很多这种损友是把这个人给害死的，拖下水，尤其是一些恶行哈，比如说偷盗、吸毒、嫖娼、卖淫、贪污等等，很多恶习都是朋友带着去做的。有很多时候这没事儿，就是玩一玩嘛。你太当真了。说你看你这么年轻，你那么老土，是不是啊？就吸这2口，这你以为真是毒品呐？要赌博吧？咱们打个牌，赌的是花生米，这难道叫赌博吗？你看，你这一点也不识相。你这样的话都不能和朋友们聚到一起啊，是不？你连朋友都没有，对不对？我教你打个牌，你说我这是赌博，对吧？你也太不够意思，不够朋友，说你傻呀，等等很多种语言哈和圈套，会把一些年轻人没有定力的人哈，会圈到那个陷阱之中，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很多人是这样被害死的啊！我认识的一对兄弟当中，是哥哥把弟弟的亿万家产1年之内全部清空了。我说的这位哥哥还不是害着弟弟哦，他本来就是有钱人，他结果做的是大走私，就超级走私，最后弄得倾家荡产。出了个馊主意，对把一家家业全送掉了。对呀，说咱们这个钱比上世界首富，我们根本是吧，连小二都不是，对不对？所以咱们想暴富的快，留着这个资产干嘛？放在银行利息那么点，甚至有时候银行都没有利息，对不对？咱们去走个私的话，那家伙都是成翻倍啊！投资1个亿，是吧？3个月以后就是变成2个亿。兄弟，你干不干呢？你不干，他是傻子呢。就有几个发横财的，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做经营的。他的鼓动的有一套道理，对不对？那有风险，哎呀，有风险才有一种快乐嘛。你看看冲浪的，对不对？那个大海浪起来的时候，他才上去划水，就踩到风头浪尖上，这是一种英雄，对不对？就他有很多蛊惑你的方法，结果呢，一旦要沉下去的话呢，就是粉身碎骨，叫身无分文了。
还有很多因此送命的。那我再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在青海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情啊，一个类似的事情。一个叫小王小二啊，王小二，这不是他原名哈，哎，还有他同村的叫李鬼啊，对，本来叫李逵吧，我把他叫李鬼哈，因为挺坏的。这王小二那一天呢，闲来无事，隔壁村呢就是赶集的那个村子，赶集就是农民拿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去在那贩卖，他这是轮换的，今天在这个村，明天去那个村，这样贩卖。这个王小二呢闲来无事，说到那儿买点菜，结果刚去到那个邻村的这个村口之后，就碰到他们同村的李鬼啊，李鬼牵头牛，说王小二，来快点，我买了头牛，你呢？这么着，我因为还买别的哈，你先给我牵回你们家去放着哈，喂点草料，等那个我回村之后，我到你们家再牵牛，好吧？记着。他们都一个村里的人嘛，都是谁家有点事都互相帮忙呀。不情愿也得情愿，那好吧。反正也没有啥，我就是多跑一趟腿，也不是太远，1公里的路而已。他就把牛牵回家去，飞下草料，锁上门，牛别跑掉。结果到下午，这个警察来了，有丢牛的人和警察一起到村里找牛，就有人看见王小二牵头牛跑回自己家去了。警察一进他们家一看，人家那个牛的失主啊，原主人说：“这就是我家的牛，你看解开缰绳，我就走，他能跟着我走，是不是？你看这是我的牛。”警察是你们家牛啊？对呀，马上把王小二抓了。王小二冤枉说：“不是我偷的牛啊，与我没有关系啊。”他就讲了他那个实话。上午他去赶集，是吧？刚到那个村就碰上李鬼。李鬼呢买了头牛，让我先牵回来我们家养着，等他赶集回来之后再来牵。那警察说抓李鬼，抓到李鬼说，李鬼说什么时候有这事儿啊？是我赶着集更热闹，谁见过你啊？你看我就不认账，结果给王小二判2年。还有很多当代的近10几年的人哈，经常出差坐飞机的人常遇到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从香港说我要坐飞机回这个温哥华，是吧？因为在温哥华等候那个区域之中，就会有人，兄弟，你也是回温哥华的？说我也是。说我实在弄不来，你看我手里有孩子，我就这一个包，就放几个奶瓶的，有点奶粉而已，你帮我拿一下。还有的来找你帮忙的吧，是个女的，一看弄得邋里邋遢，弄个孩子真的是不容易，都有帮弱者嘛，想着情有可原，好吧，不就有一个包嘛。等上了飞机或者下了飞机之后，这警察逮住说是毒品，先把你扣起来再说。当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没人说是他帮你带的，但事实上呢，每个国家对于尤其是海洛因走私，对不对？它有一个重量，多少重量判多大的刑，对不对？很多人尤其是判好几年，这种事儿多了。因为在中国，你说达到多少重量之后就枪毙，对不对？多少人就这么送了命，解释不清楚，你再找人找不着了，等等，你要有一种防范心。那么第二个呢，多做功德，别碰上这种人。好，师父，那我再来提一个问题啊，好，就是在第7品的这个佛经中，也是讲到为即将往生的亲人念诵地藏经，但是在念诵的时候，你一定要大声的念诵，一定要让他根本上要能够听得见、听得清楚哈。佛经中原话是叫闻在本识，请师父能不能稍微再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闻在本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就是人将命终的时候啊，就是有一部分人，我不敢说全部的，有一部分人实际上他所听到、看到、感觉到的，已经不是他的病床前的人类的这些人了，而是和他交流的通常是他的已经往生的亲人，就是他所感应到的，就是说要去世的人在将死之时，或者是刚刚死，这个时候，其实他的那个神识
也可以成为他的元神。我们华人的一个概念，元神，元神是你的生命中的那个灵魂的本体，这样大家就懂了哈。所以你要说给那个灵魂的本体听。但是为什么要大声说呢？因为人在命中的时候哈，就是正常死亡这个命中，这个有交代后事等等这个命中的时候，常常是他听到看到的不是人间的事儿，他看到的是跨两界的，有的很多时候是看到是阴间的事儿，他看到的是鬼魂，或者是和他的祖先亡灵在对话。所以很多不懂礼貌的就是说，哎呀，我爹已经不行了，他开始说胡话了，这叫不尊重哈。其实是在和他的祖先亡灵在对话，还有鬼魂，其他的鬼魂，有人找他算账的、索命的、修理他的、责怪他的、气他的、整他的，还有妖魔，都可能会有。还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什么呢？他会像放电影一样，在他的大脑之中哈，放他这一生的电影。最后呢，会有他的一生经历的几个他认为特别重要的点，会停留在他的意识之中，让他出现愤怒和感动和情绪。所以说，哎，他回到比如说他6岁的时候，妈妈抱着他一起逃荒要饭的时候的感人场面，这个时候亡者哗一下就突然哭了。哎，那守到病床的人不知道咋回事，你哭啥呀？我们没有对你不好，是吧？就他看到的世界不是我们看到的世界，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神师经常会有一阵子就是耳朵呜呜，像一直有一种机器在旁边震动，呜呜的声音，他听不见人在给他说话，或者听到的是地狱群恶鬼在受惩罚的那个惨叫的声音，他听见他就哇哇乱叫，吓得是。是这样，但火来了，烧我了，就是地狱之火。还有那个恶鬼，一伸手，哗，一股火就来了，吓得他那样子，在吓他。说这种就麻烦，走的时候去不了好地方，因为不安详、紧张。关键你要猜想，谁让他紧张的？所以为什么在很多人在死的时候，他信佛的时候，他有了这个信仰，是吧？我不管别的了，我就玩命的往死里念佛，我就是要恭敬念佛。在新加坡我们有个道友哈，他临去世的时候，他都不行了，他就跪在床前念。他知道他是癌症晚期，对不对？没人救，他也知道最后一刻，医生告诉他扩散到已经，他肯定很快就死。他用了最大的力气，让家人给他扶起来，跪视，帮他扶着，帮他垫枕头，保持跪视念。其实他使劲发声发不出来，但是他用意念在念，最后微笑的微笑，整个表情就是红光满面，最后全家人都感觉那个屋里那个香味儿那个檀香味儿，好吉祥哦。是这个时候大家都突然都吓到了，原来信不同的教的，还啥都不信的，吓得都跪在那个病房，就吓坏了，因为那个香味儿呼呼一阵一阵的，甚至还有人听到那种法铃的声音。念经的声音都来了。去世的这位道友哈，就是我们一位弟子，就是感动热泪盈眶，最后放弃了，躺下，好安详。所以他去世之后，他的脸就像幸福的睡着了，心脏是热的，头顶是热的，脚心是热的。一般刚死了之后，整个像个僵尸一样的硬的。他那时候得到那个佛菩萨接引之后呢，是柔软的，他不恐惧啊，他很幸福呀，他没受惩罚呀，没受恐吓呀，所以好自在的感觉，就这样安详的晚上。所以全家人真的是用他挣的钱，在当地寺庙做了很多的功德呀等全家人看到那一幕，全都信了。我们网友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人死的时候看到那个亲人来接他嘛，但是的话，有可能是这个是鬼变化的怎么能够区分呢？还是说就鬼来接的时候都变成亲人的样子不一定，是我所知道的，像这个大鬼捉人走的时候呢，有很多就他不用变化，就是鬼的形象把你捉走因为我和那个鬼王对抗过
就是来就是捉他的，那也不是鬼王吧，就是黑白无常的这些化身鬼。他让这个人走，我就不让他走，就和他开玩笑。所以我知道他们的形象的样子。是。这有的可能他就化了妆了，变了脸了，因为这个去世的这个人已经去世了哈，也就是他必须要死的，必须要走的啊。通常他没有能量来对抗的，这个鬼来捉他的时候没有能量对抗，接你走就是走，就阎王让你3更死啊，谁敢留人到5更呢？来替他干活的这些小鬼哈，哪敢迟疑呀？他迟疑之后，立刻给投入地狱，他就开始被刑罚了，他就受制裁的。所以来捉人的小鬼不敢停留的啊。所以有的时候他也是为了工作方便，是吧？他觉得，哎，你不是喜欢你们家小狗吗？我就变成你们家小狗，或者带你们小狗那个灵魂来了，你跟着他走吧。其实一块儿下的是地狱。还有说你比较喜欢你哥那个样啊，他变成你哥的样子，或者你爷爷的样子啊，一个喜欢的样子，来捉你的这些鬼差呢，就比较省事儿，就把你弄走了。说一个诱惑就让你上了当了，就去了一睁眼一看是地狱哈，后悔也晚了也就啊，所以就不用说我拿铁链子拉着你走，你还不走啊，恋恋不舍的，就很少说让你走你不走的这个样子。有哪种情况下他可以不走呢？这边在念佛，在做功德。比如说，哎，他在等他的某个儿子要回来，说还差1天、2天或者1个礼拜，就这样子的。我们也帮人等过，啊，等的最多的是半个月，啊，从国外回来买不上机票啊，过去啊，好不容易转了好几次飞机才回了国，回到那个地方去，可不就是半个多月的时间。回来见了一面，嘱咐了一句话就走了，就是这样。他在等那个时间，但是来捉他的鬼差呢，就拽他走，他就说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等我儿子，就这样。那怎么办呢？没得救了。我正好是住的那个村子，我看到这个情况之后，我就帮他个忙。哎，说给阎王爷那打个电话啊，等几天，反正这个人肯定是死定的啊，也没那么大功德。但是他见他儿子一面就死，你不差那15天呢。半个月之后，当天晚上就断气了，就是。他一看完之后，那个气最后一口气就出完了，这人就心脏也不跳了，眼睛也闭上了，心满意足走了。很多有心事没有完成哈，他有遗憾的心事，通常闭不上眼睛，他就恨自己活得命短，恨我自己怎么遇到这么一件事儿没搞好，所以就睁着眼睛。所以睁着眼睛去世的这个长者呢，就是我们作为他的后代家属哈，为他多做功德啊。你们也知道你们的老人为啥死的，为啥死不瞑目，请多做份功德吧。你不要再办那种混事儿了，否则你可能会被你的老人提前给捉走的，说把他弄来在阎王爷跟前打官司，对不对？本来你应该活到88，结果58就给弄去了，说不定有这种事儿哈。在老人的请求下，阎王爷提前派杀手来把你弄走的，都是有可能啊。多做功德吧。其实当一个人临去世的时候，其实他的意识是比较模糊的，因为听不见看不见也不能思考了。他有的那个尸是叫做几乎被包裹起来的神识，就像这个电池几乎没电了的那个状态，他没法发送讯号，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怎么去分辨呢？他分辨不了，完全靠功德，他自己的功德或他家人替他做功德，这个时候就起作用。所以为什么有了在佛前点灯呢？佛前那一盏灯一点起来，那个神识咵就清醒了，辨认方向了，哪是佛哪是鬼，立刻就分清楚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选择并不重要，因为你要接受最终阎王爷的审判的这个审判去哪里很重要，知道吗？所以一开始带你走，你说是个鬼的样子也好，还是一个喜欢的人的样子也好，其实无所谓，因为他带走的那一刹那不能决定你去天堂还是地狱，
你先让你死，在那排队去等着受审，49天嘛。所以就经文对中又讲到了嘛，这49天里边，亲人还要赶紧给他做功德。没错，对，就改变了他原来的那个对受审的那个这49为他天做法事、斋僧、供佛、做功德，对，对不对？那讲的多少了，还拿出他的这些财富来，心爱的东他西喜欢的东西，哎，是吧？来供佛呀、供僧啊、修庙啊、塑佛像，是吧？我说到这儿的话，其实这个亲人刚刚去世的时候，比如说爸爸去世，兄弟几个就在那又吵又闹，哇，那可就麻烦了。最后连什么呢？连鬼王都会愤怒，就是阎王爷愤怒了。你们能有好运气吗？在灵堂里大吵大闹，所以很多儿子媳妇说，待我不公啊，遗产分配不均呐，我做过好事啊，我孝敬过你啊，是吧？你看给我这么少，那个什么活都没干，还给他那么多，就大吵大闹的本身非常不吉祥。首先就容易造成你的长辈下地狱，因为你哪有心做功德呀？你们光顾着打架了，对不对？在这个时候谁打谁出问题，那在跟前看着的没有一个好人，全是鬼。鬼又开始讨厌你、厌恶你，还有好事吗？到人命终的时候，为什么说拿这个去世的人有的这个喜爱之物和资产来做这份功德呢？当在进到地狱和天国之间，你说钱重要还是去哪里重要？你自己想。别说多活几年了，去地狱重要还是去天国重要，还是财富重要？3选1。天国。对，因为到地狱，尤其是到无间道地狱去之后，一下就多少劫啊？1000万劫，1000万劫就是地球爆炸了500次，你还没出第1次地狱呢，就是这样子，非常可怕。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财富并不重要，你的未来、你的生命轮回的那个方向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为什么会起那个作用呢？是拿这个去世的人他最喜欢的这个财物的东西来做的这份供养，这个功德才会转回给他1/7呀。就是这样，但是可以救他了。但是很多不孝子孙呢会这样想，就是我父亲去世之后，就算去到地狱，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对，他在地狱，你在哪里？那将来的话，这个子女好不了。而且比如说到具体的报应比如说做生意总叫人骗，谈对象总叫人涮也都是骗嘛，交朋友被人骗，是吧？吃饭喝酒常中毒，就是该吃的都不能吃，该做的都不能做，就是这样落这个结果，知道吗？就是最终就是求啥啥不得呀。我们有一个网友问呢，如果是佛菩萨接引，那还会受那个审判吗？佛是大过鬼王的，佛是超越六道轮回的。比如说六道轮回就形成现在这里一个鸡蛋，里头6层圈圈而已，对不对？可是我呢是主宰这个鸡蛋的存在的，但是我又不破坏它，我从里随便拎出来一个是可以的。所以佛菩萨接引不需要这个鬼王的审判。所以当我们真做的有这个功德善根之后你看到的是佛菩萨也好，不是佛菩萨也好，你去不到坏地方。但是通常凡是跟我来学佛法的人，到你如果说你没有做到最重的恶业你到临走之前你没有背叛，没有来污蔑贬低佛法和本师父的话，你看到的一定是佛菩萨来接引你的，感恩师父，这是一定的。就把你接到无论是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东方琉璃净土。其实将来我们会在大家讲那个东方极乐世界当中更神圣的东西还有很多内容大家不知道的就是笼统来说，凡是能去东方极乐净土的，
就可以去任何一个佛国，而且是意念去，想去啪就到了，就是这样。对，感恩师父，到那都是尊贵的。收到。师傅，我问一个网友一个好玩的问题啊，他问他说：“请问师父，阴间也跟着我们现在社会变得科技化了吗？曾经我已故的叔叔哈，他往生前1个星期在医院 ICU， 然后回光返照，突然醒来之后告诉我们他被绑架，绑架他的人是坐着那个日产尼桑车来的，是不是那种幻化出来的？”那是幻化，它不是说地狱也现代化了哈，地狱不用研发这些武器和工具，所以当他那个在处于迷糊状态的时候哈，是一种幻化的景象，让他熟悉是那个样子的。比如说你那个往生的，比如说长辈哈，不管父亲母亲是谁的，走的时候穿西装哈，有可能你看他穿西装，甚至穿着现在流行的一种衫来了，难道那里流行了吗？不是流行了。是一种感召，是一种幻象。鬼魂的像没有绝对真实的像，当给你看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梦到同一个人看到的不一样的装扮，难道他对了不同的人换了衣服吗？不是，对给你传达的讯息当中包含着他的表情、发型、说话的内容、表情，还有穿着的衣服和颜色，还有款式，是用这些传达着他要传达的讯息。他不是完全靠说话的，是这个意思。你一看，哎，穿的比较快乐那种感觉，说这个时候他没在地狱受苦，就是这个。对，说到这儿，还有我们网友有一个问题，他说有梦见就是去世的亲人生活是如常的，没有什么不好的，说这是什么意思？今天还听一个师姐说嘛，说他去世往生的妈妈给他托梦说要搬家了，要搬到更大的宫殿里去了。那这样的是什么意义呢？哎，同样这个梦呢，但是分成内容不同，它结果就是非常的有差别哈。说这个要搬家了，要搬到大的宫殿去了，宫殿是人住的吗？天人的，对，神的，这个是与他在世的亲人做功德有关系，上天国了，恭喜哈，恭喜恭喜，哎，对，说生活是和活着的时候正常。你注意观察，你要回忆那个梦中的那种景象到底是什么样的。有些是没有意思，因为你和他生活那么多年，在他某种时空那种感应情况下，他传达给你都挺正常哈。通常这种是叫转世了，而且是转世为人了啊。你梦到他的叫生活场景，但是当他没有转世、没有过判决的时候，你看到的全是凄惨的景象，这个时候就需要帮助。一个是等待判决，第二个等待你呢给他做功德，第三个已经下地狱受苦，啊，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啊，所以梦到的场景不同，内容完全不同。还有一个具体问题啊，他说师父好，请问师父，如果有兄弟姐妹好几个哈，那为在世或者往生的父母做功德，是要兄弟姐妹大家一起做，这个往生的父母才能收到吗？我觉得自己做自己的，你遇上有些孝子不孝怎么办呢？那你就说，比如说大哥不孝，2个小弟也不管的话，那爹就完了。所以说谁孝是谁的，好吧？你看6/7是你的，所以那说有人不孝他没这份功德，是吧？死了他也入地狱，就是这样的。谁做这份功德，谁得这份功德。对。分享一个网友的哈，他说以前梦见好几次往生的舅舅，头发长长的躺在床上，有苍蝇在周围飞，然后在禅堂点了几次灯以后呢，就再也没有梦见了。对，哎呀，就是这样。你想披头散发的躺在床上有气无力，苍蝇围着转，那是什么意思呀？地狱受苦，哎，说不定是那个粪便的地狱啊！真是、对呀。所以你幸亏的做功德，你看你做完功德之后，这个景象不出现，或者看到的景象呢是一种他快乐的景象，这真的不一样。所以很多人不信，你做的试试看，他就有了这个改变。你跟着念佛，那个鬼压身的那个就减少了或者不来了，对不对？请问师父，在梦中梦见已故的母亲，可是梦中他又死了，请问师父这啥意思？那是托生。
因为第一个地方是做你的亲人嘛，哈，哎，亲人死了之后变成鬼了，鬼又死了之后变成人了嘛，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所以梦到亲人死反而是好事，梦到亲人活着的亲人死，是亲人是长寿的意思。对的亲人死是托生。对，哇，对师傅。我们网友有一个问题，他说自己的外公去世了哈，然后托梦给自己说住了2间房，可是有1间房的东西都是装满的，他只能在另外1间房里边活动，而且呢还缺雨伞和水果，还很想念家人。就是外公刚刚去世不久的，刚托梦回来的。所以师姐问师傅说，是不是还是要给外公多做一点功德？需要做功德。当时有需要的这种现象一出现的时候，就是需要你帮助，哪是要那个吃的，而是功德，知道吗？他将面临着喝缸水、喝桶水的这个惩罚呀，所以需要功德的帮助呀。对。还有一位网友他说，梦见已经去世的父亲穿着红色的大长袍，在高高的天空，这啥意思？应该还好吧？红色是啥意思呀？火。不一定。红色有2个内容哈。那你自己说红色有啥意思？血。要么是火，要么是血，所以多做功德。还有个师姐问，她说我做梦梦见往生的爸爸从我的钱包里拿了200块钱。哦呦，他需要钱呢。赶快烧纸钱给他。通常要写上，在纸钱上写上爸爸的名字。不是每一张哈，尤其是包装那一上头要写上。写上爸爸的名字。烧的时候还念叨。要念叨。爸爸收钱了。对。刚才说的这几个梦都不吉祥哈，都一定要做功德。有一个网友他问，他说弟子的父亲今年往生，我因为和师父学习嘛，就懂这些道理，一直都为父亲做功德念佛。但是哥哥呢不信这一些，所以自然也没有积极在做。那父亲那个往生之后呢，我梦见的父亲都是笑着的，但是哥哥梦见的父亲呢就非常的苦，而且还一直和他说钱不够用。请问师父，这是为什么呢？这是这位父亲是对哥哥非常不满意知道吗？当一个去世的你的父母亲对你不满意就是谁的功谁的过，父亲那是很清楚的。当出现这个场景，他的哥哥如果不做一个很好的功德回应的话，这个哥哥将来就麻烦。很麻烦。对，所以这个父亲对他们的孩子这个心中满意的程度是不同的。我们给大家讲这部经就是让大家懂得这个真实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对，要不然你总倒霉，总是不好。我们总有一些网友写信说，找哪个工作都不顺利，我结婚了也不顺利，这怎么回事呢？但真交了之后，你要去做呀，就是这么回事你要去往好里去做，知道吗？你不要用一个低级人类的判断，你做那种最庸俗的事情，你就没办法解脱，你就顺利不了你要多做功德，你有这个富贵吉祥的功德，你才能富贵尤其是孝敬父母这也是一个这富贵的根基。尤其是父母去世之后，总在那里生你的气，他不诅咒你，他生你的气，你能好吗？你容易出横事请记住。也给师父分享一个这个，他说之前呢刚接触地藏经，正好那个姥姥过世嘛，就给过世的姥姥诵念了7遍，然后呢我就梦见姥姥从下往上升的一个景象，姥姥扎着2个小辫子，看起来像18、19岁的样子。而其实姥姥这个形象我是没见过的，但梦里我就知道这就是我姥姥。然后姥姥还传了一句话给我说，我的罪轻了然后我的梦就醒了，我想一定是念地藏经的功德姥姥收到了，感恩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慈悲普度。因为姥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罪轻了，罪轻了就往上升，至于升到哪个境界呢还不一定对，继续做功德。对，那你的修行和功德对你所有的亲人都是有帮助的。就在这部经中说，你就在这个地方诵读、修行和供养地藏菩萨名号和像，都是会受益的
那也有人会抬杠的是说，比如说你看看哪个国的哪个省哪个市那里又遭了什么大水灾了之类的，难那里一个善人都没有吗？不是，他是众生在那里的共业啊。当你的业的聚的太大了啊，当我这样一个佛光的和他之间这个，也就是存款和欠债之间差距太大的时候，这个灾难还会过来显现。但是有福的人不会受这个灾，所以有惊无险。所以那个有福的人，就是说，当大水灾来了之后，他自己莫名其妙冲到树杈上去，坐到房顶上去，没事儿。在很多人，你像有那个功德的人，不小心掉到黄河和水很深哈，是那个乌龟都把他顶上来。哎，这个你一般是没法想象的，知道吧？一般人进去是吧？什么水太凉啊，腿肚子一软啦，水草绊住了就死了，对不对？有很多人掉到很很深的这个大水井去之后，或者到大江大河里去了之后，只有那种神鱼神龟就给他顶上来。你觉得有那么神？对，很少人有这个福气。这有那个福气，一定会有神人把你给救出来。不管是神鱼、神龟、神人的，是总给你弄上来，你死不了的，你还得干事儿呢啊，干正面的事儿，就是这样。所以功德是什么呢？就变成正面的能量。其实，对，所以有那份功德人，到了那个火烧的地狱之中，到他跟前就没有丝毫的火，他觉得还挺凉快的。都别说像地藏王这么大的功德的这种大菩萨了。其实我在国内多少都光在南方待着了，一个比一个地方热，热到旁边人当地人都互相扇扇子。我还穿那么厚，还讲法，那么多灯照着我，热不热？不热，没感觉热。说我刚到广州去，8月3号以后，那个我还睡觉盖被子呢，我没觉得热，也可能是一种责任心太重，就是没觉热。啊，当地人哪一个不喊热的？是热的睡不着觉，晚上所以广东人吃夜宵，对不对？给热的溜达，所以全是小瘦子。这我一样胡吃闷睡，说到点就睡觉了。今天听师父讲完这一篇后，真的是很感动。所以现在我就特别能够理解这一篇经文的最后一句话，讲的是忉利天宫无数无量的鬼神都发了无量的菩提心。就现在我自己也是对这种菩提心的理解，感觉我收到了，我也发出了这个菩提心。真的就是要把地藏王菩萨讲的这些道理呀，这些要怎么样的做法呀，这些愿望啊，尽可能的讲给更多的人听，让他们都明白这些道理，都不要下地狱去。领会的特别好啊！我也盼望哈，我们这个今天所有与会的朋友哈，都能发出菩提心来。收到。很多人问啥是菩提心呢？就是利益众生之心，也叫利他之心。利己之心就是小人之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凡人。利他之心才是菩萨心啊，也叫做菩提心啊。对，所以希望今天所有与会的朋友都能发出这个利益众生的慈悲普度的心，还有大慈大悲的心。收到啊，还有真诚对待佛菩萨的心。收到。对，我们就能离苦得乐。收到。祝大家都能够吉祥快乐。收到。法喜无边。收到。智慧充满。收到。长命百岁。收到。我们下次再见。